特朗普他对加拿大征收25%，对墨西哥征收25%，对中国征收10%，对所有进口的钢铁和铝业征收25%。2月13号又宣布对贸易伙伴要征收对等关税。那这个里面对全球的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美国通胀会重新起来，因为它要通胀，美联储就会加息，美联储加息，美元就会走强，美元走强，人民币就会贬值，就是非美的货币贬值，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就要重组，中国企业就面临战略的选择。所以各位朋友，大家知道，这为什么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前一段时间，年前在深圳、在大湾区、在很多地方和企业家有分享，企业家他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的趋势，他们要不要选择出海？这个关税必须是要加征的，现在看起来没有办法。那么加征关税，他们该怎么应对啊？那当然这是我今天可能讲的最大的变局，大家注意，这是我今天重点跟大家谈的最大的变局，就是全球科技的大变局，就人工智能时代，而且我这里讲的叫人工智能大时代，人工智能大时代来临了。那当然，人工智能这不是一个新的事物，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过去10几年已经非常的热门。我想至少从2012年开始，在美国硅谷，在中国的科技界，很多人都在开始讨论人工智能。当然，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热门。我记得2021年、22年、23年那几年，疫情期间，我当时还带领企业家到硅谷去参访，到以色列去参访。那么所到之处，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不过那个时候谈人工智能，基本上都是创业者、企业家这个圈子里面谈的比较多。我想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23年以前，我估计你们很少知道英伟达的，知道英伟达的不多，是吧？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英伟达，你买了英伟达的股票，你就发达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春节期间，人人都谈这个 DeepSeek， 叫横空出世，震撼全球啊！这1个多月以来，几乎每天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社交媒体上、电视平台上，几乎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关于这个 DeepSeek 的消息，不管是赞扬的还是贬低的，总之这个消息无数。很多人讲说这个 DeepSeek 到底影响多大？我想 DeepSeek 有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老百姓，就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课。现在连3岁的小孩他都在讨论 DeepSeek 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里面它的最大的贡献，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技术上我不懂，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最大的贡献是模型训练成本的急剧下降。它通过开源低成本，从大模型到小模型，从小模型最终到智能体。我是上个月在北京有冯能他们有一个运河商学院请了一帮人去讲课什么尹烨什么周鸿祎冯能还有我们几个人都在讲，每个人都在讨论智能体的问题。那现在英伟达这个黄仁勋他已经宣布，他现在的最新的这个芯片呢，它可以放在跟桌面电脑一样 ，PC 这个桌面电脑可以放在桌面上，就可以训练2000亿参数的一个模型。DeepSeek 现在是6000亿个参数嘛，对吧？那你想以后人人都可以拥有几千亿参数的这个人工智能，你自己可以建造。这个相当于当年从 DEC 到苹果，就是从大型计算机到 PC， 人人拥有人工智能体啊。人工智能从垄断大平台走进寻常百姓家，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社媒平台和所有的公司都加速这个 AI 的运用，而 AI 加速改造几乎所有的产业。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选择第一个我跟大家谈的重点的话题，就是这个话题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刘科院是不是讲我们创新创业学院，我们来谈这个创新创业学院。那么到底我们这个大时代，我这里面有2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告诉各位。第一个是这个大潮兴起，它对整个产业、全球产业、所有产业的影响在哪里？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2028年，
我这里讲的叫左右，要开启新的全球增长周期，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会发生吗？我最近讲这个话题讲了很多次了，大家拭目以待。有可能我这个预测是错的，但也可能我这个预测是对的。我讲的是左右，也可能是27年，明年就开始了。你也可以讲今年就开始了，但也可能是30年、29年开始，因为这个 roughly 不是 exactly correct，roughly correct，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全球经济的大趋势。2028年全球经济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增长周期。当然，最近不仅我们经济学者在讲，很多现在投资者开始在讲，这个下面我会提到，比如说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投资者，一个女性投资者，这个网络上有个名字叫木头姐，很多人听说过这个人，不得了。这个木头姐她讲她最近非常 serious 的，她在发了一个100多页的报告，150多页的报告，她讲，她说2030年全球的经济增长会超过10%。My God！Do you believe it？ 有谁会相信？现在你们知道全球经济增长才多少吗？现在全球经济增长当然有不同的这个统计，大体上2.7左右，2.7、2.8，不到3%，全球啊。他竟然说到2030年，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一下子跨越到10%。当然，我没有他这么夸张，但是我个人认为，2028年会开启一个新的全球的增长周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个大的判断供大家创新创业者，你们去参考。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大风起兮云飞扬啊？大风起兮云飞扬英雄辈出英雄要辈出。现在是90后、00后的天下。全球都是如此，所以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个校长前几年他就讲，他说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如果你想要迅速的发财致富、扬名立万，你最好选一个专业，就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当然，你没有这个科技方面的天赋，你紧随这个大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你也可能取得惊人的成功。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基本上都是谈人工智能。从81岁的任正非先生到这个90后王兴兴，基本上全是讨论人工智能这件事儿。这我相信这是人类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化。那么大潮兴起呢，第一个结论就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技术革命。或许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技术革命。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基辛格，还有施密特，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院的院长，他们3个人写了一本书，在这个书里面他们说的。这几句话都是他们说的。基辛格他们这3个大佬，这是3个真正的大佬施密特是以前谷歌的 CEO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的院长，这3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未来》，这个你们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当然他们没有讲那么多技术细节，他们是站在全球人类的演化的角度，所以人类社会，比如说经济、军事、外交，包括人自身。这个革命，它的影响会是哪里？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人工智能革命，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人工智能不是一个行业、一个领域，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塑，是人对自身及其世界的叫重新认知。这不得了了！我想这个话题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年轻朋友大家去深思的，因为今天已经牵涉到人工智能，已经牵涉到。人都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人的意识、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智能，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么第3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讲基点真的即将到来。我这里引用这个世界上的几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
他在最近一段时间，他多次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科技革命。你相信吗？我也跟他讨论过，通过几次电话讨论。当然，从哲学层面，我并不赞成这个结论。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说生命科学、生物科学，那么很多方面没有突破。他说人工智能马上就会引发这个医学、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的重大的革命。那其实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革命。不仅他这么认为，现在很多人认为说，人类以后没有新的科技革命了，人类就是人工智能革命就是最后一次了。那这个库斯韦尔，这个大家都很有名呢，我就不基点大学的这个校长是吧？这是美国有名的发明家，他在2004年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基点临近》，后来呢，他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就去年2024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点更近》。他以前认为2045年是智能基点，他现在相信就是4年以后的2029年就是智能基点了。什么叫智能基点呢？就是说所有的智能机器会全面超过人。Anyway， 那这个就取决你的智能怎么定义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计算，我们在这个game 就是所有的棋内的这个比赛，比如说我们在模式的识别，我们在几乎你可以想象到智能方面，机器现在已经大部分都超过人类了。那么库兹韦尔他讲的说，在2045年，机器的所有智能都会超过人类，是不是包括情感的判断？是不是包括创造力？是不是包括意识？他们相信是这样的。包括这个李开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呢稍微要时间长一点，他认为是2050年，大多数人类都会被 AI 取代。那么马斯克他说智能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很快将会是人类的3倍以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人类大部分的工作都会被人形机器人所取代。所以朋友们，你们就知道这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奥特曼他说最早2027年，最晚2035年会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所以他已经宣布这个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了，就人类已经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现在已经到智能时代，就不仅仅是个信息时代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南方科技大学，我们在这上课。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未来我们人类还要不要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还需不需要？因为所有的知识，我们以前费了10几年的功夫，从幼儿园念到博士，是吧？读10几年、20年，你所学的所有的知识，绝大部分其实你不需要学的。所以教育今天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最大的冲击之一就是教育，就是你这个教育，你从幼儿园开始到博士到大学，你到底该干什么？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有一个很火的一门课，叫做 Learning How to Learn，Learning How to Learn， 就是美国现在很多地方开这种课，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学习。那这就是问题大了，就是我们现在从硕士到博士这一套东西，从幼儿园到我们现在这套东西是不行的，对吧？死记硬背的东西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需要一种新的训练。库兹韦尔他最近讲的，他说2029年的机器智能会超过所有人类的智能，这就没有几年了，就4年了。马斯克，这当然是人类的一个奇才啊，这个东西。他最近的这个 Grok 3，在所有的指标上已碾压了所有的模型。他认为明年呢，就有可能实现超级人工智能，就今年了。
这是他最新的说法。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是吧，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么具体的讲，人工智能是什么呢？我想人工智能就是，这是我是2023年到这个UC Berkeley Berkeley 那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呢，这个主任就是 OpenAI 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离开了这个 OpenAI， 又回到 Berkeley 做这个 AI 实验室的联席主任，今年也就40岁，40出头吧。他说这个是他说的，他说人工智能就是这4个东西构成的，就是算力、算法、数据、创新。这个中间用的是乘号，不是加号。那大家可以看到，算力、算法、数据、创新，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这4个，这4个呢，就囊括了人类所有的科技和产业，全部囊括在里面。那么什么是算力？什么是算力呢？就是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超级芯片、超级材料、超级能源。那大家可以看这4个超级，这4个超级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全球的最顶级的公司所竞争的这4大领域。英伟达就垄断了全球算力的90%。所以这个孙正义这个日本的这个孙正义他说英伟达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市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公司。DeepSeek 这个爆火的时候，不是往下跌了一点，但是很快又涨回去了。因为这个算力的需求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你训练什么样的模型，无论你是智能体，你都需要算力。那么算力就需要能源。今天这个比如说微软，比如说这个谷歌比如说这个 OpenAI， 他们每一个公司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小国中小国家一个国家消耗的能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芯片、材料，这都是现在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那么算法就不得了了，算法本质上是无限多样的。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DeepSeek 的主要创新是什么呢？ DeepSeek 的主要创新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就是确实它有算法上面的优化，它通过算法的优化，它来降低成本，减少对硬件的依赖。那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创造就好像我们解数学题一样的，解数学题同样一个数学题有实际上有无限多样一个解法，那么哪一个解法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算法。所以算法的后面就是数学、哲学、逻辑。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很多数学人才现在变得非常重要。当然，就是创造性的这个数学方法。我是前年我到美国，这个Michigan University Michigan， 你会发现很多学计算机的学生呢，研究生、本科生，他们都必须要学非常复杂的这个数学的课，而且选修非常难的这个数学课。为什么？他们现在是要学习这个算法。那么当然是数据，现在讲的数据是人类经济全新的一个生产要素。刚才大家说介绍我现在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我现在这个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其实我不研究传统的金融货币问题，我研究什么呢？我研究数据的应用。这个研究院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院，他们请我来，我们研究什么？就是我研究是数据这个生产要素，它和人类以往的生产要素，它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以前的生产要素，土地也好，矿产也好，人力也好，它是有限增加的，它是有限的，所以有这个资源的稀缺性。我们经济学都是研究资源的稀缺性，怎么优化配置资源。但是今天的数据，它是一个无限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在参与创造数据。每天这个数据的涌现的量，这个无法去准确统计。但是谷歌曾经统计过，他说今天人类每一天创造的这个新的数据量，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1年的时间创造的数据量还要大。那这个数据现在怎么运用？这是人类今天面临全新的一个经济问题，当然也是监管的大问题。比如说现在每个人的个人数据，你怎么保护你个人的数据的权利？你怎么把你的个人数据转换成你个人的收入？你怎么参与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的分享？这都是我们今天经济学者，全世界的经济学者都在探讨的一个大话题。那当然，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从发明时代到运用时代的突破。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啊，就是我们今天人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其实从1956年算起，差不多是吧？80年的时间，差不多80年的时间，大家70、80年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达特茅斯会议叫10巨头，10个人，10个人是什么人呢？就当时都20几岁的小伙子。最主要的几个人啊，McCarthy、Minsky、Herbert Simon， 当时这几个家伙都是20几岁，不到30岁。那么他们当时开这个达特茅斯会议，是受什么启发来开这个达特茅斯会议的？就是大家知道，计算机的理论的奠基人，我们今天把它称为叫计算机之父图灵，阿兰·图灵。图灵写了一篇文章，叫《机器与智能》。他在这个文章里面问了一个问题，说机器会思考吗？现在全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都认为，说图灵问的这个问题是人类哲学史上和智能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那么他把这个智能，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他认为智能本质上就是计算，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所谓的叫图灵机。他认为智能本身可以转化为图灵机的逻辑计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因为今天在南科大，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有同学、年轻的朋友。我们今天中国当然在人工智能方面，特别是 DeepSeek 出来，很多人信心大增。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我们要追根溯源。人工智能今天如此的浪潮汹涌，它是起源于基本的哲学思想，就是这种原创的思想，这是最了不起的。可以讲，没有图灵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达特茅斯会议。没有达特茅斯会议，可能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不一样。当时麦卡锡、明斯基、西蒙这些人是受到图灵这个问题的刺激和启发，他们希望能够实现图灵所讲的用机器可以实现人的智能，所以他们取了一个名词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儿是谁取的？就是麦卡锡取的，但是他对这个词儿其实不太满意的。他认为 artificial 在英文听起来 artificial 听起来就是不是太真实的，是吧？ artificial 有人造的意思吗？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当年参加达特茅斯会议的这10个人，后来都成了全球最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其中我这个大部分人都得了后来的图灵奖，麦卡锡、明斯基、西蒙都得了这个图灵奖。这个西蒙更不得了，因为我其实以前不太了解人工智能，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贡献，但是我是经济学者，西蒙又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在这里，因为很多是年轻的学生，我讲这些话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涌现出这样的人才呀，这是不可思议的人才。他在多个领域，他在每一个领域，他还得了美国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最高奖，就是基本上他横跨多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他都拿到了最高奖。这个东西。赫贝尔·西蒙，犹太人，这几个人都是犹太人。
所以我这里又顺便提到犹太人，这3个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你看，人工智能，它从56年达成茅斯会议开始，经过了漫长的几十年的探索，先是搞符号系统、专家系统，后来才开始搞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是经过了艰辛的探索，这确实是艰辛的探索。这个里面当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确实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去年吧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个 Jeffrey Hinton。Jeffrey Hinton 也是唯一的一个又拿了图灵奖又拿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到目前为止就他独此一份。当然还有那个哈萨比斯，他本来也是做人工智能，他拿了诺贝尔化学奖。所以我想这个里面就是到2023年开始，大家现在认为人工智能终于从发明的时代转向运用的时代，就是 ChatGPT 的出现。ChatGPT 的出现，这个里程碑的事件啊，我想就是第一个是2017年，所以大家可以看人工智能这个革命其实来的时间，追溯到56年是很漫长的时间，但是差不多到2010年都是叫发明时代。什么叫发明时代呢？就是新的科学突破，还没有办法转化成应用。2010年以前，基本上人工智能没有找到任何实际的运用。那么2017年，阿尔法狗完胜柯洁；2023年 ，ChatGPT 横空出世；2024年 ，Sora 英伟达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明星公司。这个老黄怎么也没想到，是吧？这个一下子，它的最高市值达到3.7万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Jeffrey Hinton、哈萨比斯分别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想这个时代是吧？诺贝尔奖它有时也是要追赶时髦的呀。当然，诺贝尔奖它是推荐的，就是他们认为这2个人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探索人类的真理。2025年 DeepSeek 是吧？还有马斯克的 Grok 3。现在大模型的竞争，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那么再回到产业，它怎么改造产业？其实现在已经改造的产业，已经有20几个产业。现在大家认为这个不需要一一的去介绍，总共有25个产业，已经是被人工智能彻底转变了，彻底改变，是吧？你比如说。首先，智能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出行、电商、新闻、影视，这个已经全部被改造。我想这个我们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不需要我细讲。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在下面的就是第7和第8，医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这个案例很多了，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那么多案例了。所以为什么任正非先生在内，他们很多人认为说人类就没有下一步的科学革命了，科学革命已经结束了，人工智能就最后一次。现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各种疾病的诊断和药物的这个定制，已经基本上形成产业化。我想这个潮流很快会波及到中国。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的癌症用人工智能诊断癌症的准确率已经超过绝大多数的医生。比如说拍片，现在你拍片，心血管拍一个片，心电图拍一个片，各种什么大脑你拍一个什么 CT 之类的，这个片子的解读，人工智能的工具比最经验丰富的医生的解读要准确。科学研究更不用讲了，我是去年的8月份，我在青海湖参加这个荣耀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布会，宁德时代的这个副总，负责电池研发的那个副总裁他去了，我们在一起有个对话，他当时讲以后我也听以后非常的震惊的，他说我这个研发团队里面，我现在研究电池的材料，我主要是用人工智能的手段，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干嘛呢？就是分析这个分子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萨比斯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发明了那个叫什么 AlphaFold，
AlphaFold 的这个工具就是它很快的，它能够把所有的蛋白质的结构，以前人们认为用传统的办法要把蛋白全部地球上的我们所能够找到的蛋白质的结构全部要搞清楚的话，估计要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哈萨皮斯发明那个人工智能的工具，我现在已经全部做完了，这个领域不需要再人做了。人类基因的测序，大家知道，在2005年的时候，20年以前，人类基因一个基因组的测序的成本是3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呢，现在多少呢？现在你们测过没有？你们知道现在多少钱？测一个多少钱吗？啊？现在哪有几千块啊？现在最便宜的290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成就，不可思议的这个进展，是吧？所以这个里面是吧？当然，回到我们银行，智能的风控、获客、新产品的研发，就是我今天这个研究院就干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大量的数据，我怎么能够把在座所有的人，你都有庞大的数据，你今天的画像，比如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违约？你这个人会不会买我的产品？你这个人会不会买保险？你这个人会不会跑路？实际上，我通过你的这个数据，通过你的出行数据，通过你的支付数据，通过你的聊天的数据，我是能够准确的给你准确画像的，没有问题。所以我讲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太多了。智能驾驶、无人驾驶，是吧？智能工厂、无人工厂、无人机、军事运用。今天的战争就是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人工智能的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今天已经白热化，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是国家的存亡。实际上，乌克兰和俄罗斯今天的战争大部分是用无人机打的嘛，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吧？那么还有教育，智能的教育，就是今天我前面已经说了，今天全世界在讨论的就是，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说实话，我是比较着急的。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觉得我们教育部这帮人是不是醒悟过来的不知道。我们的大学是不是醒悟过来？我看多数可能没有醒悟过来。就是今天传统的教育方式如果不根本变革，那你这个培养的出来的人才根本没有任何用。所以这个里面是吧？法律、体育、探矿、语言翻译，这都不用说了，是吧？好，那我想我们可以再说的深入一点，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所有的产业？我认为会分几波。第一波是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智能化，这一波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所有互联网平台本身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一个主要的推动者，是吧？谷歌也好 ，Meta 也好，都是主要的推动者，也包括抖音。电商、社媒、外卖、出行，它的本质是利用算法来计算用户的需求的偏好，来精准投放。这一波基本上完成。那么第二波呢，是所有服务业智能化。这一波现在正在快速的进展，那这个包括金融，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你比如说，现在银行里面，传统的银行基本都是下降的。现在全国银行有增长的是什么？就是互联网银行，包括深圳的微众银行还有全国还有其他的互联网银行，他们没有什么网点。他们完全是靠人工智能的手段，远程开户，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网点，人员也非常少。本质上大家可以完全不用 Office， 没有什么 Office， 物流、医疗、律师会计师，当然可能也包括政府服务的这个智能化。比如说最近深圳不是有几个区的这个政府服务已经装上人工智能了。杭州更不用说了，上海都在装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
所以大家知道它这个本质算法就是算法挖掘海量数据中的隐性的联系和弱特征的联系。它为什么它能够比人更准确？我们现在经济学研究也在面临巨大挑战，因为经济学研究本质上是发现经济数据之间的这个内在的一些关联和规律。那其实人在这方面其实这个能量是比不上人工智能工具的。我自己本人我也做了一些运用。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科学研究的智能化。科学研究的智能化，我刚才讲了，物理学202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化学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这个分子结构的筛选蛋白质结构的解析，数字生物学、材料科学，全部都是。因为材料科学的本质就是分子结构，这个我还可以讲一讲，因为我本科是学这个东西的。我本科不是学金融学经济的，我本科是学材料和机械的。我们当年主要就是做分子结构，那个分子结构你要用实验的手段，在实验室里面你要把这个分子结构解析清楚，那费很大的劲的做实验。但是今天不用，今天人工智能它可以很快的解析这个分子的结构，然后和现有的分子结构进行比对，它马上可以找出这一个材料合不合适做电池，这个材料合不合适做气凝胶，这个材料合不合适做比如说各种医药的这个材料。所以现在很多原创药的领域的人说，今天的原创药以前需要至少7年、8年甚至10几年，今天原创药的研究他们认为可以缩短到1到2年。各位朋友，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以前一个原创药，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中国人用的药绝大部分都是仿制药了，原创药主要是美国人的。为什么中国的原创药比较差？基础研究在这方面比较弱。但是基础研究为什么比较弱？因为基础研究一个原创药花费的成本巨大。但是今天人们已经非常有信心的说，原创药的研究可以从过去的10几年、7、8年，可以大大缩短到1到2年，甚至几个月。这个当然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包括癌症的药、心血管的药、阿尔茨海默，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这么讲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是不是过于乐观这个时间来检验。比如说马斯克天天在讲，说到2035年还有10年时间，人类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的疾病，从癌症到心血管病到阿尔茨海默，所有这些疾病全部都会被攻克。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还很年轻，没有问题，是吧？以后人类的寿命可以在至少 double， 就是平均寿命150岁。所以你们大体上每个人都会活到150岁了。这个大家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吧？但是我经常讲，我说人类今天的科技进步为什么有一帮人，特别是硅谷有一帮人，他们相信现在人类已经到一个指数增长的这个叫什么？指数增长最快速的一个阶段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相信？其实你有时你很难不相信。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说在10年以前、15年以前，更不用说20年以前，你很难想象你今天的一部手机几乎办了，你能想象到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想到。在智能手机出来之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93年我到深圳来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在深圳。93年到深圳来的时候，连那个手机电话还没有呢，那个是叫大哥大，是吧？大哥大那个时候几万块钱一部90年代初期一个大哥大几万块钱一部，谁买得起啊？而且那个大哥大重的要死，
是吧？随便一丢过去可以砸死几个人。在那个时代，你能够想象到未来有一部很轻松的手机，这么一部小小的手机，它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所有的支付，所有的出行，所有的你的一切生活全部在这个手机上，你能想象到吗？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科学的进步，你是超乎想象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讲说，过10年、20年，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攻克掉，我们现在都不相信，但是也许是能够实现的。那当然，所有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今天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要完全的智能化。第4波啊，就是实体世界的智能化。这个里面就不得了了，是吧？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护理机器人、保姆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是吧？你看昨天和今天的股票，啊，这个一大波股票涨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的材料。说未来这个人形机器人，是吧？它不仅可以做你的保姆，可以做你的朋友，是吧？现在不是大家都不想谈恋爱，不想和真人打交道，你可以和机器人打交道。说这个材料能不能做的和人的感觉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感知人工智能。现在黄仁勋他说现在人工智能的下一步马上就是所谓的叫世界模型和物理模型，因为我们今天是语言模型。他说下一步很快，他现在实际上已经很多能够做到，就是你能够他那个人工智能能够感知，是吧？他能够感知到，哎，酸甜苦辣，它能够感知颜色，它能够感知环境，它能够感知物理世界的各种变化，并做出反应。那大家可以想，这个你觉得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但是这个是已经来了，第5波啊，叫人人自主智能化，就是智能体时代。我倒觉得我们南科大这个创新创业学院啊，刘科院长讲那个创新创业，我现在个人感受到，我认为下一波的创业的主要的空间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就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智能助手，从智能的秘书、金融咨询师、健康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智能的教育助手、智能的创业助手。未来的公司，这是奥特曼，这是 OpenAI 的创始人说的。他说未来呀，我们现在讲孵化，创业的孵化是吧？我们这位老师就是做创业孵化的。他说未来创业孵化可能基本不需要人。他说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全智能的无人的公司，就是你可以找创业的助手，就是机器人。这是奥特曼最新的一个文章里面他说的。所以这个这些畅想，我相信都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的。当然，因为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他认为有4大产业，除了讲的全面智能化以外，他认为第一个是自动驾驶，是吧？第2个是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第3个是量子计算。因为很快量子计算就要变成一个现实，其实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产业化，但是基本上马上要产业化。第4个叫数字生物学，数字生物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把人体的我们人类所有的这个分子结构，一直到基本粒子这个结构，它可以数字化，它可以进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好了。那这就回到人工智能的终极挑战了。人工智能的终极挑战就是人是什么？是吧？机器和智能又是什么？这个当然展开讲可以讲很多。最近那个 Jeffrey Hinton 他一直在讲这个话题，我听了好多他的这个演讲，全部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讲意识是什么，智能是什么呀？最终归结到人是什么？人和一般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人和机器的区别在哪里？当然，古老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孔子到耶稣到释迦，都是要问这个问题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答案。当然，今天
人工智能来以后，会把这个问题以最深层的方式的又重新让我们要回答，那么又牵涉到人类进化。我们今天的人类叫原生人类，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就是叫增强型人类，就是人类的寿命会大幅提升。现在甚至有人讲可以实现永生。你包括这个华大基因的尹烨，我不知道他在你们这儿来讲过没有？我跟尹烨很熟，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说从科学上，从理论上，如果数字生物学加上量子计算，人类是可以实现，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永生的。但很多人讲说，人类要大幅提升寿命，甚至永生，可能只是富人的专利，说要花很多钱，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你比如说，我刚才举到这个大哥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90年代，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大哥大这个所谓的无线电话，那就是富人才用得起，所以当时说叫什么说像李嘉诚这样的人才用得起。那没想到过了10几年。到今天，全世界每一个最普通的人，我相信用一部手机，大体上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这个技术变革的速度，这个加速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济学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人类的经济未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希望当然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就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冲击。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有悲观的和乐观的，这个里面讲的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讲工业时代人分成2类，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说叫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对吧？所以大家读马克思资本论，当然马克思资本论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早就不适用于了。马克思那个时代，马克思写资本的那个时代，它就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工人除了在工厂上班以外，他是一无所有。马克思自己也很可怜，马克思自己他就是无产阶级，所以为什么他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因为马克思自己就是个无产阶级，对吧？你们要研究马克思的这个传记，你们知道马克思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他真的穷得要死，而且他这个人不适合工作。我曾经在那个伦敦，这个伦敦那个东部有一个这个区域叫 Dog Island 叫狗岛。狗岛的是属于伦敦，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伦敦，属于伦敦比较偏远的地区。当年马克思他就住在 Dog Island， 他那个时候没有工作，但是家里很穷，没有钱，他太太也没工作，他好几个孩子要养。他曾经希望去打工，但是他打工也不行，身体不行。所以他后来确实是靠恩格斯来救济他。恩格斯有2年没有给他钱，所以马克思的2个儿子，马克思2个儿子是因为营养不良没饭吃死的，非常惨。所以大家可以看他写这个《资本论》，他是在非常穷困的状态下写的，所以他很多时候那个话呀非常情绪化的。《资本论》那个书里面要好好读到，你会发现他那个书是很多那个段落，他不是很理性的，他非常 emotional。为什么他有 emotion 呢？因为他确实他自己是个无产阶级，他什么都没有。那现在到智能时代，人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儿，说智能时代的人会分成2类，叫无用阶级。说智能时代不会说大家都没有财产，都有财产，都有一点财产嘛。但是呢，人会分成2类人，一类叫无用的人，一类叫有用的人。还有一个说法。说人工智能这个人类会分成3类，第一类呢，就是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天天在改变世界。这个最典型的那不就是马斯克？因为他已经钱太多了，马斯克现在4、5千亿是吧？4、5千亿，有人讲他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人。他那个电视台有一个采访，开玩笑，有人开玩笑说，听说那个普京也要收买你。马斯克说，普京要收买我，他收买不起。那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改变世界的人，就是他们已经他们不考虑别的事情，他们已经早就不考虑财富的问题。第2类人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创业者，就是改善生活，同时希望改变世界的人。我估计我们今天大多数年轻人是这样的。一方面你要改善生活，你还要赚钱，但是与此同时你还能改变世界。第三类是叫努力改善生活的人，就绝大多数人。那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啊！这个我只能非常简要的谈一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说人脑和机器的差别。这就是未来人类工作的前景，这是我现在的研究的话题。我当然这是简要的点到为止啊。人脑和机器的优势和劣势，是吧？你比如说模式的识别、逻辑关系的识别、固定模式的识别、线性关系的识别、叠加计算，这个强项都是机器，人在这方面是比较弱的。那人的强项在哪儿呢？说复杂沟通、非线性关系、情感关系，说这是人是强的。好了，还有感觉运动、随机应变。说人和机器的能力就这些能力了，一个是模式识别能力，第二个是复杂沟通能力，第三个是感觉运动能力，第四个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就 flexible。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就出现了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劳动分工，说劳动分工呢，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工作分成两类，一类叫程序性的工作，叫非程序性的工作，还有一个维度呢叫情感性的工作或非情感性的工作。那未来这个程序性的工作基本上被机器人取代，情绪性和非情感性的工作叠加起来的工作全部要被机器人取代，比如说工厂的自动生产线，科学的试验、驾驶、一切计算和机械类的工作全部被机器人取代。所以未来人类的工作是非程序性的或情感性的。我们关于未来的决策，大家注意，我们关于未来的决策，所有的人关于未来的决策其实都是非程序性的，再加上情感性的。比如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选择了南科大来读书，你不是一个程序性的决策，这没有一个程序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到南科大来读书。你找女朋友、找男朋友，你结婚、选择生孩子，这都是情感性的和非程序化的决策，因为没有一个公式告诉你，你今天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告诉你，对吧？但是我希望同学们你们就可以思考，你说你所有的工作里面有哪些工作你认为是机器无法去替代的，就是它是非程序化的，又是情感性的，和有人讲叫创造性 creativity。creativity 是什么东西呢 ？creativity 是非程序性的，所以未来人类的创造性是不是能够比机器要强一点？这是现在包括所有的搞人工智能的 Jeffrey Hinton 天天在讨论这个事情。按照他的说法，他认为现在像 ChatGPT 这些东西，他认为就已经有创造性了。你比如说，你现在让 ChatGPT 也好 ，DeepSeek 给你写首诗，他写的也不错，对吧？我在过年的时候有一帮同学给我连发了好几首诗，还有什么贺新郎的词就是贺向教授60大岁，60大寿，哎，我觉得写的好像很像那么回事儿。他要不说，你还不相信他是 DeepSeek 给你写的，或者是 ChatGPT 给你写的，或者豆包给你写的。所以这个里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经济学者就在研究这件事儿，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分工，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程序性的东西，人类不需要再学；非情感类的东西，人类基本上不用再学，因为你学了没有用。所以人类未来你要转向这个非程序性的，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你要转向情感性的工作 ，emotional 的，比如说政治家的决策、CEO 的决策，需要与人沟通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可能机器暂时还，当然有一帮更疯狂的人认为说，机器在这方面也可能比人做得更好，那这个 I don't know。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所以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意识的本质，牵涉到情感的本质，牵涉到创造力的本质。我还是好多年以前，可能是2016年、17年，我16年吧，我在英国参加一个会议，那个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个华人教授，郭教授，他讲一番话，我到现在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坚定的相信机器可以完全取代人的这么一个科学家。他说那个谈恋爱一见钟情，他说一见钟情这没有什么好稀奇的，说这也就是个算法。他说人的所有的情感意识就是算法。他说只不过这个算法是经过了几百万年，甚至你可以追溯到自从生命产生以来，它在不断的演化优化了，从生命开始优化了数亿年，从人类优化了几千万年几百万年，这个算法优化出来，他啪一看他就一见钟情，说这不过就是算法。但是他说机器现在这个算法优化这个训练的速度太快了，他说也许这个未来人工智能再训练个10年，它完全可以达到人类这种我们讲的直觉，对吧？一见钟情这种东西叫直觉，或者叫佛教讲的叫什么？叫阿赖耶识，或者叫莫那识，就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认为机器也可以实现这个，这个当然不展开说了，是吧？所以我想。那当然，现在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经济制度设计，现在经济学者全世界在讨论有2个办法，是吧？一个办法呢，大家相信就是未来全世界都要实现一个制度，叫 UBI， 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大部分人会没有工作，或者至少暂时没有工作，那怎么办呢？他们说政府要出面，从这个人工智能这些大公司里面要收税，甚至要求人工智能这些大公司把他们的利润。比如说1半要交给国家，国家设立一个大基金，这个基金为没有工作的人提供一个 basic income。比如说美国人现在讲说，比如说跟失业的人每个月给2000块钱。总之嘛，当然还有人相信呢，就是未来可能是可以有办法实现叫 universal high income， 就是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所有的成本会大幅下降。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情景。他们就讲了，比如说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衣食住行，对吧？衣食住行，他们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衣食住行的所有的成本会极大的降低。行不用说了，他们说以后这个行的成本肯定，比如说你要坐车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成本会大幅降低。好，说住呢，说通过新材料的科学，以后人类的这个住房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住房。当然，这个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做。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碰到冯能就说现在的新材料不用盖我们现在这个砖瓦房子，什么钢筋水泥这个东西不用盖，它是吉姆式的。这个冯能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吉姆式的这个材料，你不愿意在深圳住了，你搬到上海去，你可以用一个集装箱，可以把你这个材料重新搬到上海去，马上像装积木一样的一下变成一个别墅。我请教过他，我说未来这个成本是不是会大幅降低？他说绝对大幅降低，而且不会损伤土地，而且非常快，盖房子非常快，不用我们现在盖钢筋水泥这复杂无比，是吧？建造成本，他说不需要，他说人类很快会赢在这个时代。那这个衣服，说这个衣服这个布料以后这个成本会大幅降低，所以食品可以做到。所以他们现在人工智能，大家认为说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实现高收入。为什么？就是因为呢成本大幅降低，衣食住行的满足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件事儿。衣食住行满足以后，在上面什么是健康？健康，我们现在大家讲说，人类之所以我们现在包括中国人讲说，为什么现在生活很困苦，就是因为什么所谓的3座大山，是吧？这个买房子买不起，看病看不起，这个教育太贵，就这3个东西。这3个东西解决以后，你不觉得你是穷人，是吧？我们现在之所以感觉自己穷，或者感觉自己收入有压力，就是因为要买房、要看病、要养小孩，对吧？他说，如果这3个东西解决了，你不会觉得你是穷人。因为人工智能的手段会让这3个领域的几乎所有东西会大幅下降。
成本会大幅下降。这个大家听起来可能是不是太乐观？我个人现在的判断，我倒是觉得这种可能性正在越来越变成现实。好了，那这个我就是吧，这一大块我不再往下讲了，是吧？因为时间已经用的比较多了。总之吧，200多年来，人类是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今天是第4次，是吧？第1次是蒸汽动力，第2次石油电力，第3次是半导体、芯片、计算机，第4次是人工智能。那么第1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产业，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第4次呢，人工智能改造几乎所有的产业，就智能化转型成为所有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那么当然，每一个产业就形成新的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想，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第1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动力、蒸汽机；第2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就是电力和石油；第3次是芯片、软件、操作系统、网络、宽带；第4次工业革命，那当然就是算法、算力，就是我前面讲算法、算力、数据，就是国家的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想大家从这一次我们这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也能看到，这次民营企业家所有的最前沿的都是在这个领域。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讲的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跟大家讲这一部分。下面呢，我想这个简要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快速的跟大家说，第2个大的就是人工智能革命会开启新一轮的全球增长周期。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这很有意思，就是人类经济就是有个周期波动。我们不要说太远了，我们就说从19世纪后期算起，从1890年到现在，人类经济就3个周期。第1个周期是1890到1945年，上升阶段是1890到1920年。当然这个不是那么准确，我只是就是这么一个阶段，是 roughly 大体上是这么个阶段。就当时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就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来的。但是很奇怪，很快就变到下降，就是29年股市崩盘，然后大萧条。这个周期长达55年，然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第2个周期很有意思，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当时全世界都认为全球经济不可能增长，因为到处都一片废墟啊，欧洲一片废墟，日本变成一片废墟。但这就是人类的 flexibility。所以你看，2战结束以后，很快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复苏，20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呢，又陷入了滞胀，又搞了15年、20年，所以这个周期是一个40年的周期，然后就到了第3个周期85年。我们今天仍然在第3个周期，上升期是85年到2008年，这个是人类历史过去几百年很少的一个非常长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上升周期。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我们不是讲国运吗？说实话，中国这几十年运气好。运气好在哪儿呢？1980年开始，美国出现了里根经济学革命，英国出现撒切尔经济学革命。这个2大经济政策革命的主要特征就是放松管制、减税、鼓励私人企业投资。恰好在那个时候，中国有邓小平的革命，当然我们不叫邓小平革命，我们叫改革开放。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呢，撒切尔、里根和邓小平的政策是一样的。虽然2个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号称叫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政策是一样的，就是减税、放松管制、鼓励私人企业，完全一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之所以我们在今天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就是因为赶上了从大的
全球来看就是赶上了这个上升周期。当然，中国本身也是这个上升周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所以很快我们到2008年的时候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现在有些人认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了，那有不同的说法吧。那你不管怎么样，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不得了的。但是到2008年呢，这个事情又变了，又进入一个转折点，金融海啸爆发，上升周期结束，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过去10几年，全球经济整体都不太好，美国相对好一点，欧洲、日本，中国也是在持续下行。那么现在很多人开始认为啊，包括我，我提这个事儿提了好几年了，就是大家认为下一个上升周期要2028年左右开始，但实际上你可以讲现在已经开启了。那么我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投资女大亨叫木头姐，她有一个惊天的预言，她说2030年开始，全球的经济增长将达到10%以上。她很 serious 的讲的，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她写在她这个报告里面。不仅她这么讲，这个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基点临近的这个家伙，这个库兹韦尔，他也认为，说人类很快会迎来一个快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当然，我衷心希望他们的预测是真的，说实话。不过我个人没有那么乐观。我认为全球的经济增长会超过4%，那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全球超过4%，就是比现在提升1.5个百分点，那就不得了了，是吧？当然，我非常希望这个是能够实现啊，能够实现这个那这样就回到我简要的谈一谈中国经济啊，就是不用太多时间。因为我今天的整个的题目是中国大时代，就是人工智能大时代的中国经济的趋势。中国经济的趋势呢，我想这个我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内容很多。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根本问题就是4个，就是消费不足，是吧？预期不稳，增速下行，风险凸显。当然还有外部的脱钩。这个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麻烦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通货收缩，通货收缩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下决心解决这个财富缩水。通货收缩、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本质就是财富缩水。这里面有大量图表数据，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货收缩表现在企业里面就是打价格战，同质化竞争，企业收入利润持续下滑，毛利率、净利率持续下降，公司市值持续下降，股市萎靡不振。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能力投资研发和扩大投资，所以你看到这些图表CPI，这是 PPI， 这不看了。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滑了3.3%，这是去年全年的数据。工业企业利润率也是持续下降，就是通货收缩表现在企业就是打价格战，毛利率、净利率都是大幅下降。所以这是今天中国经济普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数字我就不跟大家看了。那么在这样背景下呢，企业的实际利率是居高不下的，我们讲叫 real interest rate，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就是企业的这个实际的成本负担，它不是看这个名义利率，它要看 real interest rate， 看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如果你是通缩呢，那你那个利率就变得很高，对吧？所以这个实际利率是吧，一直是很高的，利率持续承压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企业拖欠也很严重。这是我讲的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这个是很多，我就不跟大家看了，是吧？资产大幅缩水，大家可以看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主要表现就是资产大幅
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就是资产大幅缩水，股市缩水，房地产缩水。你看房地产缩水，去年70个大中城市新房的房价平均下降 4.5%， 二手房价平均下降 7.3%。深圳有些楼盘，这我都去自己看过，因为做经济研究，我也不能完全看那个统计数据，我有时经常去跑。深圳很好的楼盘，有些地方去年1年下降超过30%，所以这个里面是非常麻烦的啊！负债持续增加，企业居民和个人的家庭除了就是资不抵债，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我现在下面直接讲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去年的9月24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去年的金融管理的3部门联合发布了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干嘛呢？我讲有4个，叫4箭齐发，这个很简要的，就今天的宏观政策，2025年同样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扭转股市的预期，因为首先要解决资产缩水的问题。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企业为什么不投资呢？因为他的资产缩水，他自然不想消费，他就没有能力投资，对吧？所以第一个是，这个主要是央行的政策。这个我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展开讲就内容就很多了。那现在中国把股市放在一个战略高度来看，这是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去年讲了很多次。科创板、VCPE、并购重组、回购注销、现金分红、上市公司做大做强上下游产业链，它都是为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以科技为核心的股市要做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房地产止跌回稳。今年2025年这个政策还会进一步的加强，包括新房和二手房的利率，我个人的判断还会进一步的下调。因为房地产在中国老百姓财富里面占的比例太高，70%以上。如果房子继续往下掉，很多人不仅是没有能力消费，而且要大幅度缩减消费，因为他要还债，是吧？第三件就是化解地方债务，这个我们是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第4件呢，就是提振企业信心，这个当然是治本之策了。特别是要解决这个难罚款、难收税、难检查，所以这一次的企业家座谈会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最高领导人专门讲了，要坚决制止这个什么难罚款、难检查。所以这个里面当然这些政策，我相信会实际上会也确实是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个里面呢，我想我就有一个对今年整体的我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吧。因为这是我今天是讲的一个大的宏观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国经济从今年开始多个层面会逐步的向好，所以我这里讲了10个方面。包括股票我想今年会涨幅10到20%。我讲从指数IPO 逐渐回归常态，人民币汇率会承压，但是也不会出现大幅贬值，7.5左右。所以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基本结论是，总体经济表现要好于2024年。所以时间关系呢，我不展开，是吧？那么，这个第三个也跟大家简要说一下，就是特朗普。我前面已经讲了，他现在正在颠覆全球的秩序。我这里只讲他的经济政策，
他的经济政策很简单，他那个人是他的经济政策是很简单的。第一就是减税，就是国内他减税，这很多条，这我这不说了，是吧？很多条集中起来就是减税，减税呢就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所以他要裁撤政府的部门，成立政府效率部，是吧？马斯克牵头。当然，这个事儿在目前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的轩然大波，很多人讲美国快要爆发革命了。但是你们可以想一想，从我们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讲是对的。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其实特朗普和马斯克干的事儿，是我们中国最应该干的一件事。我们企业的税太高了，我们老百姓的税也太高，但是中国要减税。我这些年碰到的企业家，每一次都跟我讲说：“向教授，你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你帮我们多呼吁呼吁，给我们把那个税降下来。”中国的企业的税是世界最高之一。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可能只有法国比中国要高一点，其他都比中国低。所以在中国办企业很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税又很难减呢？就是中国吃皇粮的人太多。财政供养的人太多，你怎么裁得下来呢？裁不下来，是吧？你看前一段时间政府的公务员都在降工资，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课的有没有政府公务员，是吧？降工资你们肯定是不高兴的，对不对？国有企业都要降工资，你这玩意儿降工资肯定大家不开心。但是客观上来讲，我们确实难以为继啊。哎，美国他就下这个狠手，美国真的下这个狠手。现在那个马斯克上班才几天呢？不到1个月。已经裁掉几万人了，是吧？他那个当然比较粗暴，是吧？直接就宣布明天就不用来了，补偿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你有时知道这个改革啊，他有时还真的需要这样的猛人。这说实话，你没有这样的猛人呢，这个改革你是推不下去的，对吧？虽然会引发很多矛盾，但是朋友们，你们要知道这一点也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美国这个国家，他在很多方面有这个纠错的能力。你折腾归折腾，是吧？特朗普是一个特别善折腾的人，折腾归折腾。比如说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很多人很反感，但是你知道，他能折腾呢。那么对外就是加关税。所以他的经济政策很简单，对内减税，对外加税，就这一条，是吧？那当然你说加税对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啊，这当然对我们影响是挺大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在应对，是吧？这里我就不展开细说了吧。对美国当然也有影响，主要是它的通胀，主要是它的通胀的问题。那全球供应链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影响是蛮大的。我知道，包括深圳呢、佛山呢、浙江啊，总之吧，很多企业现在寻求到海外去。我这里有一个判断，是吧？特朗普这个，你别看他经常讲这些话，但是他其实底层是有一些东西的，否则他也不可能从一个政治速手还能够再一次卷土重来。这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历史上他是第2个，19世纪有一个卷土重来的，从来没有过。他的想法很有意思的，他的经济学就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你要是一个美国人呢，其实你会赞同他的乌克兰这个态度。凭什么拿我们美国人的钱为你打仗呢？你们欧洲人干嘛不出钱呢？凭什么拿我们的钱去保护你们欧洲呢？这道理何在呀？所以他现在明确讲了，你让我美国留在北约可以，你们欧洲每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不然的话我不参加了。这一点你站在美国的角度，他是对的，是吧？何况欧洲人，你们天天躺平享受，你们不是没钱，干嘛不掏钱呢？
所以它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吧？这个我不展开讲了。所以呢，我想这个，那么中国怎么应对呢？我想这个里面呢，就是中美竞争这是没办法的。中美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所以在目前这个背景下，中美竞争会变得更加的剧烈。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自身之道，我相信我们也不用太多担心，因为现在中国要和中国脱钩是很难的。我们到欧洲、美国开会，大家都同意，因为中国这些年最大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全球产业链基本上都转移到中国。虽然有些核心技术中国需要，但是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占全球32%，美国现在只有17%，日本和德国差不多都8%，不到10%了，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有人讲，再过10年，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的制造业的比重会超过40%。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会有很大的信心，是吧？所以应对这个关税加征的基本策略，就是有5个方面，有5个方面，这个提出来大家可以参考。我知道今天来听课的有些朋友，其实你们是来听我，主要是你们是希望来听我讲经济的嘛，对吧？你们是希望来听我讲对经济的判断，所以我想这个大体上是我们现在也在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也在做的事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出口美国的出口我们去年是5246，欧盟是5164，日本是1520，东盟是5865，俄罗斯是1154。所以你能看到，我们现在实际上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欧盟和美国都已经大幅下降。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现在很多是在海外去，在东盟非洲包括拉美我想未来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增强，进一步的增强。我在这里顺便讲一句，中国的企业家，说实话，这个顽强的这个斗志全世界的企业家都很怕，是吧？外国企业家讲，中国的企业家全部都是卷王，把他们都卷死。我到那个西班牙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朋友讲说，以前西班牙人躺平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的欧洲人现在懒惰到什么程度？在10几年以前，西班牙他们的超市，周6和周日他们是不开门的，超市杂货店都不开门。后来中国人就开始开这个杂货店，开那个超市。他那个当时周末周日开那个杂货店是违法的，要罚款。中国人也不管，你罚款我也开，因为还赚钱。我不仅开门，我24小时开门。办法，现在西班牙人周6周日超市也开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他们又恨又怕，是吧？他们很多是有怨恨的。但是中国这个卷是非常也是非常令世界这个害怕的。所以我想最后我讲的就是这个4句话。中国的问题就4句话所以人工智能，我刚才讲这个大时代，呢，我们靠什么能够？这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吧，因为是他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挺好。他说改革是逼出来的，这个活力是放出来的，你不要管。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民营协议座谈会，这些发言的这些企业，我不知道这个领导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是很真诚的希望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发言的这些企业，没有一个企业是什么政府扶持起来的。你比如说深圳的这几家企业，我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是深圳那个深圳市的什么15规划什么顾问们，
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这些规划都不用做了，写这些规划写一大堆没有什么意义。我说你看华为这样的企业，腾讯这样的企业，你们在以前的规划里面，他们没出名的时候，你们写到过吗？没有写到过，对吧？所以说就是要放出来的活力，叫摸出来的市场啊。所以呢，我就把这4句话呢，作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结尾。这个时间呢也用的差不多了，最后是不是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提问。可以啊，15分钟，10分钟到15分钟，可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15分钟。我认为呢，人工智能本身它不会带来通缩。我们今天通缩的主要原因是财富的缩水所导致的，就财富的缩水导致了消费的大幅萎缩。所以人工智能，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人工智能它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分配的机制的调整。如果人工智能席卷每一个行业，而每一个行业的收入都集中在极少数的公司手上，那社会将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会出现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就不仅仅是通缩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经济学者在提了很多方法，说怎么样人工智能的这个红利能够让大多数人他都能够分享。比如说企业要实行全员持股，而不是说让少数的这个创业者或者创新者、资本家享受全部的红利。还有就是刚才美国人现在也在研究的这个所谓的 UBI， 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不会出现因为技术进步出现大规模的通缩，但是如果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下降和通货收缩。你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哪一位？对，后面这位女士。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毫无疑问啊，从长远来看，一定是下降的。你说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次要原因。中国的房地产会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下降。我们现在的出生率只有这几年都只有6.7%，很快这个出生率会到6%，甚至会到5%。决定房价的，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房价，主要是人口。所以全国的平均房价长远来看是一个下行的态势。我前面讲的政策是希望能够把那个下降的幅度能够控制住，不要出现短期之内的这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你说的这个因素，比如说现在交通的发达，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因素不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出现叫逆城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由于人工智能的发达、通信的发达、交通的发达，他们会搬到郊区，甚至农村去住。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的房价涨不起来，甚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包括我在好些城市我去看过，比如说成都啊、北京啊，现在很多包括很有钱的，他们可能选择在郊外，甚至在农村去住。当然，这个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都没有人口这个因素的影响大。人口因素，我认为是决定性的。谢谢。所以呢，你看地区的房价很简单，就是看它人口的流入。所以你们要关注，比如说深圳每年的人口的净增加，这个净增加就不仅是出生，就包括外来的人口的流入是很重要的。只要这个城市的人口是净流入，它的房价大体上会稳住。如果人口是净流出，那你想都不用想，
这房价肯定是守不住的。好，这位老师。向教授你好，很荣幸听您讲课。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就小红书上大家中美对账，中美对账以后就发现这个货币购买力啊差别很大。对，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您一下，如果随着各个国家每个产业体系它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幅的成本下降，就是以后人工智能的大量的普及和国家的这个整个创造力的体现，会不会对货币的定价体系相互之间的币值造成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因为这个信息是随时沟通的，以前呢，会不会对货币的，就是说这个体系，它会怎么影响？因为您像我们看到小红书上对账，就像美国它要做一个CT，它要几千美元，那这种比较实际上它会变成一种比值和拉的。它以后我们国家的货币的定价的机制会发生什么影响？就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谢谢。感谢这位老师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叫要素价格均等的定律，什么意思呢？它设想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全世界如果产品要素都自由流动，信息完全自由流动，而且是没有成本流动的话，同样的产品在全世界的价格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呢，它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个结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你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随着信息的不断的沟通，你会发现呢，全世界能够流动的，不管是人，还是产品，还是生产要素，它的价格一定会是趋同的。你包括现在，比如说高端人才，我们现在原来以为这个人才是价格好像差别很大，你会发现现在最顶级的人才在全世界的价格差不多。比如华为、腾讯啊这些顶级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人才，他们的现在的待遇和美国苹果、谷歌差不多，因为它流动很方便。其他的要素，资本不用说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些产品，就比如说大规模贸易的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基本都是均等的。这个我给你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那个西音，你知道西音吗？西音呢，就是你们不知道吗？做那个服装的，做女孩子服装的，是吧？他在番禺，他在全世界卖的产品，他卖到150个国家。他当然中国市场没有，他不做中国市场，很有意思。他的全世界的价格一样的，它一样，因为它物流的成本已经解决了。所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产品的定价，它会趋同，它会趋一致。当然不可能完全相等。那么什么东西是可能会价格差别比较大的？就是没有办法交易的，没有办法交换的，完全本地化的。你比如说艺术类的，或者是我们讲的叫这个土特产，或者讲的这个餐饮特色餐饮，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比较，所以它有独特性。您讲的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它会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它的货币，这个发行的机制，或者是这个货币的定价的本质？长远来看呢，中央银行的作用会下降。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的交易可能人们就是我们讲的叫这个自我交易会实现，包括现在这些 token 这些发的这些虚拟货币，它在很大程度上它会担负起这个货币的作用。另外呢，因为货币它为什么会产生货币，就是因为要解决人们的交易费用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人工智能它会把你这个信息不对称大量的东西给你解决以后呢，很多东西它不需要货币这个媒介了，所以央行的作用会下降，而很多服务和产品的定价机制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是肯定的，是吧？你包括现在这个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很多产品，它的定价的方法
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未来你那个公司上市，包括你那个债券，它那个定价的机制，随着信息的流通，甚至信息变成了差不多是无成本以后，这个定价的机制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央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就会不断的减弱。所以现在甚至有人讲说，再过多少年，可能央行也许就会消失了。就是还需不需要有个央行，就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就是央行到底最终还能起什么作用？央行还需不需要？或者是一个集中的货币还需不需要？也是可以讨论的。对，就是集中的货币可能还需要，但是集中的货币它的作用的范围会大大的缩小。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怎么样？最后一个问题，你看，好，最后2个吧，还有这2位，好。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刚才讲，比如说房地产全国平均而言，它的价格是一个下降的态势，但是我并没有说它会一直下降，就它会到大体上，现在我们经济学者认为，在今年2025年基本上会见底，就是它会调整到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情况下，它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上涨。但是它会稳住，而且稍有上涨，也就是说，你按算整体财富的规模的这一块的财富呢，就基本上就稳住了，它不会再大规模增加。你说的很对，你包括美国的例子也是，其实美国这么多年，它的财富，个人财富的主要增长是什么？就是股票。因为你看美国的股票，比如说过去10几年它涨了5、6倍、6、7倍吧，它的主要的持有者是美国的，就是退休基金、共同基金、4零1账户这些基金。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美国的老百姓他们其实没有钱，他们不存钱的，但是他们也不至于饿死。他们基本上是叫衣食无忧。衣食无忧的原因是有各种的保障。我相信未来很多国家，包括尤其中国，也是肯定要走这条路，就是我们现在希望把财富的主要的源泉变成股市。因为你企业发展，比如说我刚才讲了半天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好，它最终是体现在有大量的公司，它能够上市，而且市值变得很大。它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我前面讲，我当然今天没有展开讲，这也是现在国家从战略层面他们看到这一点，就希望能够把股市真正能够做起来，因为房地产这个财富不可能再往上涨很多，如果能够稳住，就已经是很好的事儿了。那么剩下的什么呢？剩下的就是股市，当然还有理财。银行理财也是一部分，保险是一部分，也总共加起来就是5大类资产嘛。我们讲的一个是房地产，第2是股市，第3是债市，第4是银行理财，是吧？第5是保险，第6是另类资产。另类资产比例不高，比如买点黄金、白银啊，买点虚拟货币啊，那比例不大。主要是前面这3大项，就是房地产、股市、银行理财，还有债券，四大项。债券也会是一个重要的。债券的规模未来会越来越大，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财富，他要寻找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保值的措施，他不是追求增值。但是保值你放在股市上是没办法保的，有可能就给你亏了。债券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所以未来基本上这个国家的财富主要这4大类是为主，股市应该是增长最快的一块，可以非常肯定。对，好，最后一个这位。
那个向教授你好啊，我也是你的粉丝我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从业者啊，今天也是从挺远的地方过来听你这个讲座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因为尤其是前2天这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之后嘛，对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 DS 的火热，包括语数机器人的那个出圈。就空前的这1-2个月，大家就感觉就到一个顶峰了当然可能还有更高的顶峰但是最近确实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人工智能行业也有好多年了我现在也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个合伙人，就是有没有那么快因为我们也很坚信这个时代肯定是这个时代是没问题了，这个方向是没问题了但是有没有那么快？因为现在也是一些社会上也诞生了很多问题就好多这个企业去做人形机器人。可能一下子出来几千家甚至上万家包括很多企业去年去烧大模型，就这种行动会不会造成一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当然这个方向如果很快来的话没问题，但是不是有这么快？有可能10年，有可能20年，甚至50年之后，因为这个确实很难预料的一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像这个媒体或者是这个宣传有这么快，好像1-2年大家就这种智能体或者什么就实现了。当然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所以这个我也想向您请教一下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坦率的说呢，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其实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中国每一个产业都这样，但是呢，你说，比如说你现在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你要是说害怕这个竞争一大波都冒出来，你就退场，那你就永远没机会了。那你只有在这个桌上，你可能还有做老大的机会，至少你还可以不下桌的机会。每一个产业都这样，比如说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中国现在仍然是卷的，就是已经是你就超乎想象了，是吧？雷军是吧？雷军这是我们湖北出来的，有一次在开会，他就讲，他说，那没办法，你只能卷，就看谁卷得过谁，那你没办法，你不能说让他不卷。所以呢，你说的很对，人工智能，我前面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在未来仍然是激烈竞争的一个卷的时代。其实美国，我告诉也是很害怕中国卷的。这次这个 DeepSeek 出来以后，其实美国为什么？就是说你把那个成本搞下来以后，他们没法高价了，一下子把那个成本打下来了。我认为呢，这个呢，他怎么看？我认为一方面呢是一件好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行业里面的，其实你就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特点，找到一个你自认为能够实现关键核心竞争力的这个点，我觉得你就能够生存下去，甚至壮大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呢是非常希望这些行业里面出一些巨头公司。我个人现在倒觉得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在中国是有可能出现巨头公司的，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很有意思，它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还真的是有一点赢者通吃的。它卷来卷去，最终就卷几个大的。你看中国现在的公司有美国这样规模的，其实还没有。我们现在1万亿美元的公司没有嘛，对吧？我们现在最大就腾讯6千亿吧，5000多亿，6000亿。美国1万亿美元以上的都有多少家了？几十家了。3万亿以上的好几家，2万亿以上的好多家，1万亿以上的20多家。我觉得中国应该能够1万亿美元这个级别的公司，我觉得应该会长出来。对，所以你先不用管这个别人卷不卷，反正你自己先卷起来再说。谢谢。好，谢谢向教授的精彩分享。